每天中午前後，羅定盧德文家的檔口總是擠滿了來買魚腐的遊客。這也是兄弟倆每天最忙的時候。我哋羅定人咧就好中意食呢個魚腐嘅，平時我哋都可以做得到1000零斤到，忙時嘅時候咧可以做得到4、5千斤。好多人喺外地專門開車過嚟食呢個魚腐嘅。羅定人用魚肉做成魚腐食用的記錄，最早可追溯至明朝，因其形似圓球，有團圓美滿的寓意。且魚腐的發音與玉腹相諧，用來招待賓朋，有招財進寶、越來越富的好意頭。羅定處於西江走廊的交通要衝，周圍群山環繞，山間密布大小水塘，逐漸成為本地人養殖鯪魚的場所。因為鯪魚是暖水性魚類，食雜好養，在華南淡水水域極為常見，自然也成了羅定魚腐的主要原料。有時，盧德文會跟着父親一起，直接到魚塘邊現挑現買。父親盧成強是羅定地標美食皺沙魚腐的第4代傳承人，做了一輩子魚腐，對於挑選適合的鯪魚有獨到的心得。超半斤鯪魚嘅肉質會充排好多嘅喎，3兩以下練啲肉質咧水分比較多啲。就係大條嗰啲多肉啲喎。大條多肉。好湯咧？好湯啫，你不如就用其他魚就好湯，為什麼選鯪魚？盧成強要求高，哪怕兒子的手藝已經很嫻熟，只要和兒子一起做魚腐，做父親的總忍不住重複每個步驟。隻刀壓住，輕輕地一拖，能夠塊魚皮就出到嚟。取出的魚肉剁碎成蓉，混以蛋清及少量澱粉。攪拌摔打成魚糜，捏擠成丸，置於油鍋。炸製過程中，站在鍋邊不停地攪拌半個小時，待到丸子表面金黃，膨脹成乒乓球大小，魚腐就算做成了。剛出鍋的魚腐因內部空氣冷卻迅速坍塌，使得表面出現不規則的紋路，皺沙魚腐因而得名。手工製作的魚腐口感更加細膩，卻早已滿足不了市場越來越大的需求。盧德文和父親一起想辦法自己設計改良一些機械設備，取代部分工序。不過，就算機器能省點力，每天還是少不了起早貪黑。從父親手裡接過傳承棒，每天凌晨1到4點，盧德文就要和弟弟開啟一天的序幕，趕製當天的第一批魚腐。係啦，你備好油先啊，調好油溫啊。啲客人咧好早就會過嚟攞貨噶啦，一般要4點零鐘起床做，唔係嘅話就趕唔切。剛剛接手生產時，發生了一件事，讓盧德文更加堅定要使用設備代替人工。09年嘅時候咧，接咗張比較大嘅單，2000幾蚊嘅魚腐，差少少火候就全部壞晒。我翻嚟就諗，盡量用機器嚟代替呢個最辛苦炒魚腐嗰一步，就唔使好似老豆咁，一日到黑都要企住喺個鑊邊。呢個顏色咧就啱好起鑊啦。
新鮮炸好的魚脯，趁熱就着煉奶，外酥裡嫩，滿口甘香。用魚脯做菜，對於廚師出身的盧成強來說，更是信手拈來。老廣認為，油炸的魚脯燥熱，而絲瓜性涼，兩者剛好中和，魚脯絲瓜湯變成了固定搭配。魚脯用清水浸泡，去除表面油漬。絲瓜炒軟後，燒煮1-2分鐘，魚脯和絲瓜相遇，一香一甜，簡單美味。魚脯雜菌包是另一道經典的家常菜式。些許蒜片爆香，加入菌菇炒至軟身，加水及魚脯煮至沸騰。臘腸激發菌菇的鮮味兒，魚脯吸飽汁水之後，軟糯鮮甜。釀菜是客家人餐桌上的主角兒。釀魚脯別出心裁，花肉剁成肉末，芋頭、冬菇切小粒兒，翻炒至5成熟，再與花肉、韭菜、適量澱粉混合拌勻，餡料才算完成。魚脯見小口，釀入餡料，隔水蒸熟。燜煮至入味兒，釀魚脯才可起鍋。芋頭粉、冬菇香，魚脯糯，配上花肉，多種口感混合在口腔，是不可多得的免辣下飯菜。一家人緊張地圍着魚脯轉了一整天，終於可以湊在一起吃頓晚飯了。自家餐桌上的魚脯，怎麼也吃不膩。同樣是鯪魚，在順德卻有另一層次的意義。順德人吃魚的方法層出不窮，千變萬化。其中，釀鯪魚是順德廚師必學的一道傳統菜。要考驗一個順德廚師合唔合格呢，就要睇下佢做呢道菜做得好唔好啦。呢道菜嘅特點係香濃、爽滑、順口。時在廣州，廚出鳳城。羅培之是鳳城順德樂流人，因自小家窮，覺得當廚師能解決溫飽，於是18歲便入職廚師行業。如今已是當地一家著名飯店的總廚。做廚房都係要跟做人一樣，慢慢沉澱同埋積累嘅。不但止廚藝要得，人品都要 OK 嘅。從業20多年，羅培之靠的就是刻苦努力、勤奮好學，才慢慢地走到了今天。我比較喜歡到處串一串，揾到我哋當地嘅食材，做傳統嘅粵菜。斌哥，係志哥，又過嚟打擾你喎，準備起剪啦？係啊，而家鰻魚一日要起2次㗎，早晚1次啊。哇，咁咪好辛苦。鰻魚，粵語有時也稱鱔魚，是羅培之喜歡的本地食材之一。
順德人從1984年就開始養殖鰻魚。朋友廖偉斌就是鰻魚養殖戶，沒事的時候，羅培之總會過來和他聊天。啲鰻魚食嘢好壯觀㗎喎。餵鰻魚嘅時候唔可以打攪佢啊！如果打攪佢嘅話，下次佢可能會食得唔好㗎啦。鰻魚必須通過野捕鰻苗，培育至一定大小之後，再放進池塘養殖。鰻魚對水溫變化敏感，對食物比較挑剔。今年這個天氣養這個魚好不好？還可以的。我們是黑子進場，12個月到18個月出塘，主要賣給是日本跟韓國的。啊，今年啲魚養得好靚喎！呢啲鰻魚嘅規格攞嚟做烤鰻比較適合，嘅口感比較肥美啲。鰻魚成魚價格不隨市場，而受來年野捕鰻苗的數量波動，養殖風險巨大。但順德人卻把家鄉變成了中國的鰻魚之鄉。順德鰻魚又稱海人參，肉質鮮美嫩滑，脂肪含量適中。烤鰻更是成為當地的特色產業之一。配上熱氣騰騰的白米飯，就是著名的日式料理鰻魚飯。作為廚師，羅培之有喜做粵式傳統菜，曾經憑着一道頂骨大鱔在國家級比賽中獲得金獎。鰻魚切成大小均勻的小段，廣式燒肉爆香，料酒陳皮增香去腥，用雞湯燜煮，收濃湯汁，放入鰻魚，小火慢浸10分鐘。呢度係我哋廣府嘅順德傳統名菜頂骨大鱔。取出鰻魚脊骨，塞入火腿、竹筍和冬菇，處理好鰻魚，鋪上豬網油，按順序排列鰻魚段，燒肉均勻碼放，淋滿湯汁。好，中火蒸15分鐘就可以啦。而家已經將啲豬網油蒸到溶啦。頂骨大鱔中，魚肉爽滑粘醇，因其吸收了燒肉及豬網油的精華，變得濃香醇厚，配合發菜一起入口，口感層次非常豐富。除了傳統大菜，一些創新的鰻魚菜式，羅培之也很拿手。薑藕做成酸甜口味，與彩椒、洋蔥、大蔥、香菜切絲擺盤，鰻魚切寸條，放調料攪拌，分多次放澱粉拌勻。放生粉分2次或者3次放咧，咁啊令到嗰啲生粉慢慢咁滲透落啲肉嗰度，炸起翻上嚟嗰時咧，啲生粉會鎖住啲肉汁。鰻魚炸熟，調好底料，翻炒均勻上碟，撈起七彩鱔柳，食之鰻魚肥美，汁水豐盈，酸甜的薑藕正好解膩。鰻魚與西蘭花、蒜柳搭配，是另一種清新素雅的組合。鰻魚切雙飛片，中間打孔，調味拌勻，蒜柳、胡蘿蔔條串上魚肉，翡翠玉簪鱔，魚肉鮮嫩，
玉簪脆甜，西蘭花清爽，三者形雖陌路，卻味在一方，相輔相成。羅培之入門時，師承順德名廚陳德和。在過去的數年間，他與師兄弟們仍會常常在師傅家小聚，聊家常、談工作、交流做菜心得。每每此時，羅培之總會和師傅一起下廚炒菜。好，預備。肥美，今日條線都唔會話冧少。大家身體健康，杯杯好。生於大海的鳗魚，如今已轉變了性情，棄海歸池，實現了淡水養殖。攻城漫山遍野的柿林裡，掛滿了橙黃的柿子，預示着紅火的年景。盛夏的攻城，草木葳蕤，怡武風軒，處處生機勃勃。柿子林裡面的一些小蟲子開始活躍。不是有蟲嗎？我覺得。哦，白點就是介殼蟲。哦。以黑點種呢，就是炭疽病。楊彥軍是當地一名專做水果外銷的商人。每年夏季，他總是很操心，跟着果農滿山轉。桂林攻城種植月柿有近400年歷史，種植面積有近20萬畝。這個是牙印啊，這個是老鼠的牙印啊。受小動物們歡迎的品種叫大秋，種植面積少，是近幾年培育的柿子新品種。傳統的月柿品種，種植面積大，是楊彥軍出口的主打產品。長勢好不好，才是他近期最關心的事。好了，那樹果子啊？另外種小果的吉慶果、花果，把它熟脫。好的。你要個果子基本上達到4兩以上了，你就又是另外一個價格了。拿到國外去它也好銷。我呢，機緣巧合之下，認識了一些新疆啊、內蒙的口岸的老闆，口岸老闆付一部分定金給我，國外的超市驗貨沒問題以後，他再付另外一部分錢給我。我對我自己挑選過的果有一定的信心，我才敢這樣做。楊彥軍做外貿生意不到6年，正是初期這樣的冒險精神，加上自家果子的品質，讓楊彥軍的生意越做越順利。清勁的北風悄悄送來寒潮，凛冬悄然已至。柿果經霜酒，依然戀故枝。橙紅色的柿子，累累點綴在枝頭，預示着紅火的年景。果農們無暇欣賞美景，家家戶戶忙着摘果。今年是柿子好賣，現在起價了。這裡是去泰國的，那邊的是去越南的，這個直接就可以生吃的。俄羅斯呢是吃軟的。每到柿子成熟的季節，也是楊彥軍最忙的時候。在倉庫裡，他經常會和工人們一起挑選適合出口的果子。我這柿子是發俄羅斯的，俄羅斯那邊人吃這個我們這個柿子呢，它放到那個雪地裡面凍一晚上，你一解凍以後它就軟掉了的，像果凍一樣，它裡面那種囊一吸就出來了。柿子按照客戶需求挑選好發車之前，會在倉庫儲存。就算是到這一步，也不保險。楊彥軍曾付出過慘痛的代價。
这里都是发到俄羅斯的。以前呢，有一批也是放在這種庫房，放了有80多塊錢。我存進倉庫裡面，它那時候是那一頁都是綠的，出倉庫的時候也沒問題，但是一碰過那個果以後，它就會發黑。那一年本來是很好做的，結果後來是虧了很多錢。楊彥軍的柿子主要銷往俄羅斯、加拿大及中東亞地區。每年，他賣出國門的柿子有4000多噸。那前零下30度，必須得幹嚴實了。現在他們放我們車上的東西，這貨就是歸我們一樣。到地兒人說沒有毛病了，人家才能給你付運費。你要給凍了的話，你不用要錢了，你還得賠人錢，賠人錢。做鮮果生意總是風險更高。柿子經過幾個月的生長，果實內雖然聚集了大量的糖類，但因表皮含有較高的鞣酸，直接吃並不是最佳的選擇。這時就需要進行加工。這是一個脫色罐啊，這是拿新鮮的柿子放到這個罐裡面呢，我們24到50個小時左右，然後就加工成脆柿了，變成甜柿了。經過脫色的柿子，表皮中的鞣酸基本去除，直接啃咬，澀味已不明顯。果實內的水分及營養物質並沒有任何的減少，咬起來清脆有聲，清甜的味道不輸甘蔗。脫色的柿子脆甜爽口，但是保存的時間非常有限。另一種傳統的柿子產品，保存的時間長，且適合各年齡層次的人，在市場上也非常受歡迎。北風加太陽，是做柿餅的最佳天氣。姐夫朱剛倫是當地果農，種柿子及做柿餅都是一把好手。楊彥軍專門過來跟姐夫學習，刨去含有大量鞣酸的表皮，是締造美味的第一步。那點小花丸或者果鞋泥不夠匀稱的，就能做柿餅果，但是品質是一樣的。我是不會刨這個柿餅的，柿餅呢又是我們這裡傳統的一個食品，所以很想學一下。像這種果，你看又大，長得又紅，現在的糖分足了，那現在的餅子就非常好。这個也是一種果，昨天去的皮。這種果就曬了30天了，摸起來圓圓的了。這種果已經曬了10多天了。刨皮之後的柿子要放在太陽底下晾曬，直到把果實內的水分曬除80%，溶捏成餅狀，柿餅才算是完成。這些餅曬了20多天就成餅了，你看它看起來就是透明的，這很好吃，很甜了。曬製好的柿餅，陽光下橙紅透亮。因去除水分之後，糖分比例增高，保留了果肉大部分的纖維，形成軟糯脆甜的口感及味覺。撕開時，果肉纖維相連，似蜜非蜜，但比蜜更勝一籌。遙香的柿子走出國門，征服了歐亞大陸人的胃。嬌氣的海鱸自從落戶珠海白礁鎮，就成了漁民們的掌中寶。只要塘裡面有魚，我們一年四季
都要圍它轉。8月，正午的太陽噴火似的令皮膚生疼，魚塘水面上陽光歡快地跳着舞，滿湖碎金，讓人不忍直視。但陳桂生的眼睛卻睜得大大的，不敢放過水面上的任何一絲動靜。珠海斗門白礁鎮是珠三角的著名水鄉。白礁人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養殖海鱸。陳桂生是村裡後輩幹部，自小就跟着父親養魚。如今家裡的12畝魚塘全靠他一人打理。悶熱多雨的夏天，是讓海鱸生病甚至死亡的因素之一。為此，他必須出來巡塘，及時清理掉病魚死魚。這魚有點問題，它皮表上明顯出現爛生了，眼睛也出現問題，我們要趕緊的帶去做檢測。阿勁，呢個啱撈起身嘅魚，幫我睇下咩問題。展開個腮嗰度咧，就係見到少少指環蟲，呢個程度係好輕微嘅啫。白礁鎮的海鱸養殖面積有12000多畝，魚類疾病的檢測及防治也成為當地必備的便民項目之一。經過檢測，寄生蟲並不是主兇，病菌才是。而家展開呢條魚咧，最嚴重嗰個地方就係呢個肝近住，差唔多係末期嘅啦，諾卡氏嗰個病灶。諾卡氏菌病是池塘養殖海鱸發病率較高的一種疾病，一般死亡數量並不大。知道了魚的死因，陳桂生不那麼着急了。趁着夕陽將下，他決定去拜訪村裡的一位養魚老前輩。林喬新是昭信村第1代海鱸養殖人之一，有30多年的養魚經驗。整個白礁鎮都係喺我哋超順先生隊就起步嘅，點去嘅魚苗咧就係捕撈苗，嗰啲人咧喺啲海邊慢慢啲撈翻嚟，承受率咧好差嘅。攞嗰啲魚仔冰鮮啊，斬碎佢餵佢就比較快大啲。正是靠着這些老前輩們的不斷摸索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，海鱸的養殖技術越來越成熟，最終成就了白礁鎮的地理標誌產品。今天村裡有人賣魚，早上天沒亮，陳桂生便來到現場幫忙。一般養殖時間是10月到1年半就可以1斤多這樣吧。再分級那個鱸魚大小，記得身材杠杠的，質量杠杠的。不是我的魚，是朋友家的魚。其實大家忙不過來，同村的都會互相幫忙一下這樣子。魚越養越多，村民越來越富，但互幫互助的淳樸民風卻從未改變。白礁鎮養殖鱸魚30多年，早已形成完整的產業。冰鮮的、深加工的海鱸，從這裡運往全國各地，成為人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白礁海鱸體色光亮，背厚肚肥，肉質刺少透明，嫩滑清甜，是非常優質的蛋白質。海鱸魚取肉去骨，剁碎摔打成魚糜，拌以各種輔料，捏擠成丸，裹以蛋白醬，入油鍋炸熟。酸檸檬墊底，碧綠海鱸球外酥裡嫩，咬的時候請慢慢下嘴，以防熱氣外衝。花椒泡海鱸，麻辣鮮香。
海鱸切片，生粉醃制。菜膽木耳開水焯熟，魚片熱油，汆熟裝盤。泡椒、辣椒、花椒被滾開的熱油淋上，熱力逼出辣椒素，侵入魚肉，微辣微麻，但又不失魚肉的鮮嫩，非常適合喜辣又不受辣的老廣。豐收的季節，少不了營養豐富、肉質鮮嫩的海鱸宴席。老一輩的養鱸人備受尊崇，新一代的養鱸人，他們將經驗和新的技術完美結合，海鱸養殖的路越走越寬，越走越遠。